嗨，大家好，我是在阿联酋做了10年物业管理的米艾拉。今天呢，我要跳出我的舒适圈，我不聊阿布达比，也不聊杜拜房地产。今天我们要来聊马来西亚。哦，太美了吧！哇，6.5趴哎，真的非常高，好漂亮哦！是包租15年，你买了之后，你根本连房客都不用找。我今天邀请了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也是在马来西亚做房地产的王牌经纪人 Angel， 然后他是台湾人，所以对于台湾人各种投资马来西亚房地产的妹妹嘎嘎都非常的了若指掌。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 Angel。Hello，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Angel， 我是在马来西亚已经居住要14年，那经营第二家园跨境房地产经理人，服务10年的台湾高雄人，在马来西亚。我的同乡啊 ，Angel 他的专业背景就是马来西亚第二家园。那我听说，好像马来西亚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推出了新的第二家园的政策，在马来西亚已经停办了大概1年多的时间，终于在去年的12月呢，正式的宣布这个2家可以开始上路申办哦，就是可以开始收件了。马来西亚的话，其实有分我们最基础的这个银级、金级，再铂金哦，那就是依你年限的5年、15年跟20年，那定存的金额也会依居留的期间的长短而有变化。好，那我们稍后可以再讲更多的细节。我们待会儿呢就会带大家一起来看上次 Angel 帮我精挑细选的3个物件，是在吉隆坡非常精华的地段，然后未来发展前景也非常好的。那我就会跟 Angel 一起来看看那个时候拍的影片，然后如果有更新的资讯要更新的话 ，Angel 就欢迎你随时 pause this video。OK， 好的，没问题。All right, let's go。今天的马来西亚大概下午3点多的阳光非常的强。马来西亚现在这边我就一定要先 pause 一下，我先要跟大家先致歉一下哈，那个本人那个时候刚下飞机，看起来非常的恐怖。那先大家先就看 Angel 就好了哈。OK。All right， 的这个已经完工在交屋的敦纳萨国际金融中心这边的 TRX Residence。OK，TRX 的简称就是Tun Razak Exchange。Tun Razak， 所以这就是它。手好抖。好，我们一起进来吧。OK，Let's go。现在 Angel 带我们来到 TRX 的销售处，这个就是我们的 TRX 的案子。好，这个是 A 栋、B 栋，后面还有陆续几个是一个 future development。好，那我们特色就是说，您看到这一边就是捷运站，好，它是蓝线跟红线这2个现在已经开始通车了，所以它的特色就是在双轨捷运上。好，我们这一个市场的定位非常的明显，就是国际金融区的整个的高阶的白领，你的房客他就是在国际金融中心这边的大使馆区的外交人员的话，这个 is very simple. These are your tenants， 他们就是你的房客。这是他房子的类型。其实有一个投资重点，我都知道，就是它的地点。好 ，location。我们在台湾，其实我们以这个轨道经济了，靠着捷运站盖房子这个概念已经很久了哦。其实马来西亚的状况就是台湾的过去这样的状况，可是呢，它的发展又比台湾更高阶，在国际金融区的这样的一个布局跟一个从化区上哦，这个真的是已经是比我们台北的这个信义计划区都还要强哦。就是一个都市规划来讲，它是一个国际级的这个金融中心哦，它就是类似像我们在香港的这个中环的这样一个概念了。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现在我们这边整个的占地就是我们的71亩的占地 ，OK，那我们整个这边就是有10%的绿地，这边的建筑规划的话，就是有50%是 office building，OK，那整个的 business plaza 大概是10%，是这样子，对，residential 就是占据比较小的。那我们整个的话，这边有从高速公路进出，直接就是到您的这个 residential parking 的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话，这边就是捷运站，敦纳萨国际金融中心的捷运站，您的门口到这边走路不到5分钟，好近。对，那这个特色就是说，这边多了几站的话，就是到我们中央转运站。中央转运站，你再转机场快捷，直接到国际机场。所以我们说它的实用性跟便利性非常的高，然后是无可取代的，因为国际金融中心整个马来西亚就只有1区，真的呀 ，one and only。有下面的地下室停车场 B1、B2，那上面我们的1到8层就是停车场。
那我们建议你从上面的第10层开始哈。那中间的话，我们就是有我们的这个中央这边的楼层的公社，它是一个挑高的楼中楼的设计，里面有会议室、空中花园、宴会厅。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无边际泳池，在你看到下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桥，这个桥就是直接对接到从我们的住户的这个设施直接走到 shopping mall 就可以了。也是直接走到 shopping mall。是，你可以从楼下的门口走过去，或者是直接从后面这边走过去。那后面这边几栋就是未来的预定地，当然售价就会更高了。我记得你好像有说，那个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是 Residence One 跟 Residence Two， 那现在这2个都已经交屋了嘛？现在在开卖的是后面几栋吗？后面都还有4栋，第3跟第4栋会在今年开案，只是开案的时间点这边的话还在待定。那当然价格一定会比我们第1期的 A 栋跟 B 栋还要高，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后面的建筑材料跟人工成本一定会往上叠加在房价上，这个都是同样的逻辑。那现在是整个汇率马币跟台币的汇率低点，因为现在的话，我会说2011年我来的时候，1块马币是兑换大概是9块台币，所以现在1块马币大概是兑换7块，所以现在 you are discount at 30%。虽然你比较晚进场，可是你现在赚到是汇差。那现在汇率还很好吗？我们在去年在录影的时候，大概7月左右的话，汇率的话大概是7块左右嘛，哈。现在其实马币已经回升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要投币在一个它的币值会上升的国家，就代表说它这个币值是稳健的。所以现在从这个角度是来出发，因为在不同的阶段，你是用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个资产的配置。看一下我们 showroom 哦，好。一房的空间是700方尺，台坪大概是17坪左右。那我们整个就是半精装修，可能说一些墙面的话，我们是平面粉刷墙。家电用品，整个的 kitchen counter 跟这个 cabinet 都是有包括的。这个伞的家具是没有的，所以 soft furniture 呀，那冷气是有。那灯的话是给你电线，你要自己装灯。可是这边是 fully furnished， 就是 kitchen white goods 呀，都是有的，家电是有的。对 ，Smack 呀，冰箱是用 Electrolux。它最小的就是一房吗？最小的就是一房。我刚想说谁住在里面？这边其实到时候交屋都是平面粉刷墙，我自己把它设计成这个样子。对，好，那这边就是 fully furnished，what you see, what you get。好可爱哦！这洗衣机没有，就是洗衣机是在里面，你可以这样子去做试用一些。但这个就没有阳台。我们这边整栋都是帷幕大楼的设计，所以是没有阳台，因为是超高大楼。但是这个只是一个设计，不过它这边会有一个大窗。对，那我们的直接就是有这个 KL Golf View， 或者是 KLCC View。这个就是 Golf View， 吉隆坡皇家高尔夫球场的景，天花板都是挑高3.2米。又是一个超级漂亮的 showroom， 很有家的感觉。我穿的也很有家的感觉。好，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850方尺，大概是台坪27坪的一个2房的产品，然后它就是一个横向的设计。这个特色2房就是我们一个中岛的设计。哇，对，所以感觉非常的清爽。那再来的话，我们用的是瓦斯炉。对，很少大楼还是用瓦斯炉，就是用我们的那个中央瓦斯炉。中央瓦斯炉是说不用自己叫瓦斯，对不对？它就是用那个 central gas， 是天然气连接，就是对，就是台湾的那个天然瓦斯的意思了。而且其实很多华人，像我们自己在做房地产，有些人他就会特别想要是那种可以有瓦斯的，因为毕竟华人快炒啊，或是煮饭啊，就会喜欢有那个瓮黑那个锅气嘛。那你用电磁炉，其实真的就炒不出那一种感觉。那当然，墙面的话，我们都是平面粉刷墙的部分啊。主卧室这边，而且这个虽然是超高大楼，可是它的窗户是可以打开的，对不对？对，因为像我们在阿布达比很多超高大楼，它的窗户是不给你打开的。哦，真的哦。对。好，只有一间浴室吗？我们这边的话，2房，另外1房还是有卫浴的。有卫浴。好，这个大概 size 是多大？这个是850方尺。感觉没有那么小感觉以为1000出头。这个大概是台坪24坪。所以我们跟你讲，全幢是24坪，850方尺就是这么大。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有一个客卧。那客卧的话，这边还是有我们的淋浴间。对。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次卧，都可以看到 queen size 跟 king size。哇，居然还放了一个小朋友的芭蕾舞裙，对呀，实在是太过分了。其
其实这样的大小对于台湾人而言不会太小，就好像是 OK。对，就是刚刚好这样子。对。这边的设计就是一个瓷砖的设计，这样子，地板就是用瓷砖的方式。它这边有，如果假设要选择那种封闭式的厨房，是可以有这种选择的吗？看您自己在做设计，不过这边的厨房大部分都是做开放式。对。那这个的 view 的话，对，我们是有 KLCC 景，或者是对着我们这个后面的 TRX。我们这样的两房大概售价要200多万，200多万 ringgit， 对，马币200多万，大概在台币1500万左右。马币200多万就可以申请MM2H 对不对？是，其实说第二家园的话，在吉隆坡购房的最低的入门票就是要马币100万。其实刚刚那一个一房就已经符合标准了，200万就是一定是 OK 的。这是没问题，只要买到100万，不管你上面再买多少的话都是可以。可是我们会建议说，因为现在最新的2家的规则就是说，在这10年当中的话，你是不能再做任何换房的动作。你只要记得你在买第一栋房子最好是100万，你可以在第2栋、第3栋的话，你再去买不同的房价。当然你承报的话，就是用那100万的这个买卖合约来跟我们的移民局去做承报。它可以合并购买吗？例如说一间50万，另外一间50万，然后拼出100万，可以这样子吗？这个也是我过去的想法，可是很抱歉是不行的。所以你一定要是一本合约，一个房子就是要马币100万。不过我们今天看的房子全部都有符合100万起跳的规定 ，Alright。所以我们现在就在杜拉萨国际金融中心附近转转。我们所谓的敦拉萨路啦，贾兰敦拉萨。对，那这一区等一下进去就是 Bukit Bintang。所以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主要的通道。在这边买的感觉还是外国人比较多吗？外国人还是比较多一点，因为毕竟他们觉得说靠近市中心、靠近首都地标还是一个保值的。再来的话就是说，多多少少能够赚到一点租金收益。对，这边讲说租金收益，那你对 TRX 的看总租金投报率的话，预期大概是多少？其实我们最近发现预期的比我们当初的4% 还要高。那真的，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陆续帮客人在交屋，其实装潢的师傅都跟我讲说，我们刚刚看的那个一房的话，都可以租到这个7、8千马币没问题哦，个月。那所以说，对，因为一房的话，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700方尺的，所以6.5%总租金投报率到6.5%，真的非常高。那我们刚刚看到那个showroom两房，其实现在的市场上的租金都可以租到1万块。那它的售价是多少？售价的话，我们大概是算是230万马币。两房的话大概是5.2174，所以5.2%总租金投报率，所以都比预期的4% 要高很多。而且那时候 Angel 还特别跟我讲说，他觉得这一区是一定会增值。对，在去年我在带着客人交完房去 HSBC 的 Premier 卓越账户去开这个账户就是 HSBC 这边呢，其实他们自己银行也有自己的估价部门哦。那去年12月开户的时候呢，这个银行行员就跟我讲说，TRX Residence 其实就他们内部的估价其实已经上涨这个房价10%。那预计还会继续涨上去吗？我就是看市场的需求，建商本身开价就会开得比一期还要高，是就像是香奈儿一样，你越早买，就算那个东西本身没有增值，可是香奈儿的店它每年都10% 这样加，那你的东西你就会跟着，也就是越来越增值。是，所以越早买越好。那敦拉萨国际金融中心，它的这个房客的定位很明显就是高端的房客，所以你也不用想说是不是只是周边的上班族这一类的，是高管，银行该管白领阶级这一类。是现在进到我们这一区 Bukit Bintang 区 ，Bukit Bintang 就是非常市区的地方了，对不对？对，它其实整个在吉隆坡的金三角这个区域，那其实吉隆坡的金三角，现在新的金三角就是双子星 Tower， 好，然后再来就是 Bukit Bintang 了，就是 Pavilion， 这个 Shopping Mall 那边，好，再来就是 TRX。那我们待会就是要朝那个 Pavilion 前进。是的。好，那雅雅山敦拉萨右边就是台湾的办事处，台湾办事处在这里，就是这边有雅雅山，好可爱的名字哦。马来西亚的道路规划，你会知道说它其实跟台湾那种日式棋盘式的这种都市建筑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是要绕一大圈进进出去这样子。
我们现在就是在整个敦拉萨国际金融中心的外环，106层敦拉萨国际金融中心大楼，这个是只租不卖。整栋大楼是只租不卖，我们只是朝着它的外圆环这样子走。哇，还是有这些比较旧的，对，还是有，就是还是有这种新旧区的差异性，因为是一个外环道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整区都是吗？现在整区都是，我们现在要进入它的 TRX 的金融区了。所以我们已经在都纳萨，我们已经在敦拉萨金融区这边了。这边旁边那边前面2栋，有没有看中间镂空的？那个就是我们 TRX Residence 真的，敦拉萨国际金融中心大的那个华为旗舰店总部在这，对，然后看到 HSBC， 这样。TRX Residence 右边就是 Block A， 现在就是在卖 B 栋，1、2栋都已经完销，那3、4栋都是直接盖在它的旁边吗 OK， 对，它旁边当然一定会有一个栋距哦。那其实后面的话呢，第2栋跟第3栋之间会有一个公社。其实它的距离会拉开，那当然它也会做一个退缩的动作，所以你不是直接对看你的邻居哦。对，shopping mall 就在上面。比较平的这个就是 shopping mall。对，你走楼梯从这个敦拉萨国际金融中心的这一栋办公大楼走过去就是 shopping mall 了。哇，对，然后里面会有电影院，电影院有12个厅院。这边不同营造商的品质是不是差异也会挺大？当然，对，那整个这边的山区的景都很美，真的。Pavilion Square， 它就是 Pavilion Shopping Mall 哈。那所以说 Pavilion Shopping Mall 其实在整个马来西亚的话，就是这么气派。好，它的规模其实跟台湾远雄也是 compatible。对，那个时候我们7月都是前销期，现在已经卖到什么程度了 ？Angel？ 现在已经其实真的开盘了哈，那很多的代销业都应该已经卖的差不多了，所以你看那时候还没开卖的时候，你真的很荣幸哦。现在只要我们再去销售处的话，无时无刻都是做买人的，可能在海外它会跟着这个建商的品牌。建商的品牌跟品质，还有它的一个共购的概念，这个已经是无可取代的。那说到这个 Pavilion， 它就是在马来西亚很有名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shopping mall 的这个经营业者。对，然后它这一期的话就叫 Pavilion Square， 基本上的话 Pavilion 有好几期。因为我记得台湾的代销说这个案子算是马来西亚最顶级的豪宅，是吗？顶级的豪宅其实在不同时期都有出现过哦。对啊，我也可以说我是独家代销啊。对，所以说大家有他自己这个销售的话术哦。可是我们说到 Pavilion 的品质真的是无可取代了哦。其实很多都是回购客，稍后就会看到它的这个样品屋的部分。对，而且这个位置也很好。然后我们这个新的建案呢，就是要把它推在稍微在前面一点点。整块地大概在2个英亩的80多平方，它是属于厂型的一块地。最核心的一个卖点呢，就是说我们从 Pavilion Mall 那里就会有一个天桥是直接连接着我们这个建案那种。然后这一栋比较矮的是一个办公楼，那样子。那办公楼最高去到25层，然后一层是大概在7900平方尺的，那样子。然后这边下面呢，全都是停车场。这么精华的地方有这么多停车场，是真的很难得。然后从14到62都是住宅 ，size 呢主要是从最小是504平方尺开始，它就是一个 studio。然后再大一点点呢，我们有大概770加一房。我们也有大概在966两房的，是978、1001、1272都是2加1房。然后在这一栋楼呢，最 premium 的单位是这栋楼的4个角落。这4个角落是一个3房的，1255平方尺，它是一个有180度景观。我们这里每一个房型都有配了阳台。OK， 这是少数在市中心有配阳台，对，有配阳台的这个。吉隆坡很少有这种大楼配阳台，是不是？其实有时候是因为安全问题啦。是一个504平方尺的，是一个 studio 那个可以这里出来。哇 ，fully furnished， 对，全金装修，对，精装修的概念，像领导入住那种厨房的这个家电。全金装修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都有的。这一个 Pavilion Square 全金装修真的很到位，其实就是拎包入住了啊，你就不用再担心说再跟这个设计师谈设计图，还要就去找这个窗帘的材质，或者是找这个灯具的设计呀，这个全部就是买了就可以给你住进去了。是买了之后，你人在海外就是等着收租金就好了。真的好方便哦。是。会是用我刚刚跟到电磁炉，
那微波炉这些呢，我们会是用 Bosch， 然后冰箱是这一种内嵌式的，这种内嵌式的，然后我们这里的洗衣机跟烘干机是2.1的那一种，哇，这里都给漆了，对。厕所的话呢，基本上也是都给了漆的。有浴缸吗？只有大一点的房子有浴缸，再加浴缸才有。就是我们给的标准的时候，这些床什么的，床也会给。那背后的这个墙面呢，也会给一样的。然后我们的这个衣柜，然后包括里面的那些三色啊、灯啊这些都给漆了，只有它里面有的这块板没有啊，这块板没有。OK，这背后这个背景墙是一样，只有这块板没有。然后这一块板呢，基本上它不是曲的，它是平的。这种写在墙壁上的是可以做的。哦 ，OK。那这栋楼是预计什么时候会完工？我们是预计2029，你会签一个5年的合约。那个 payment plan 呢？大概是什么样？会分成10期，或者说没有折扣钱的话，签约要付10%。利息要付10%，利息也快打好了。那个 payment plan 是跟着他的 milestone 来付的嘛？那现在假设他们买的话，是要付几个% 的，就是预付款其实实际的工程期间，我要再确认一下。其实这边可以说明一下马来西亚这边预售屋的这个付款的方式。那基本上的话，核贷之后呢，马来西亚的买房就是依工程期款。缴到哪付到哪。那如果说今天你是贷款50%，你的自备款就是50%，那后面的话就是交给你的贷款银行去处理。那在交屋期间的话，您只要去支付利息，记得哦，在马来西亚您是贷款是先给利息哦，因为它的贷款程序是走在你买卖合约签订那一刻交房之前啊，因为台湾的预售屋是在你先给他的工程期款嘛哈，然后到时候你交屋可能就是4年5年之后你交屋再来办这个对保，然后呢再来支付你的这个本息，所以它的顺序跟台湾是不一样的啊。听起来真的跟阿布达比跟杜拜也不太一样，像我们在那边也是，你要交屋之前你才去找银行做贷款。那交屋之前你要的款项就是你要自己想办法处理这样子。那马来西亚是可以在交屋之前就已经去贷款了，然后你就只要支付利息。是好处就是说我们是这个程序先走在前面了，所以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你这个是贷得到款的，你再来签买卖合约。英九老师，请问一下，那假设建商他延迟交屋怎么办呢？他工程delay或者是他变烂尾了，那这个贷款要怎么办呢？基本上的话，这个贷款的部分还是交给银行处理。不过呢，建商只要延迟交屋的话，会有一个比例的罚款。因为马来西亚这些预售屋的合约都是政府公定的这个定型化的契约，所以每一个建商他给您这个买家投资客呢签的这个合约的版本的内容跟条文，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OK， 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它每一个房型都有附停车场吗？还是有些这个没有？这个 studio 没有，studio 没有，770平方尺以上都有。但3房的话是1个停车位还是2个停车位？是2个停车位，可是中低楼层是15车位前后的。哦，如果是高楼层的话，38层以上的话是2个独立1100以下的都是1个停车位。所以不是看房型，是看 size。那可以额外再购买吗？如果没有办法，在这种地点有给已经算很好了。我们在这去的时候是没有停车位的，真的。那这个都是内嵌式的嘛？有个电视墙。对 ，OK。包括电视基本上也有那个。对 balcony is very nice. So this is something for 1272 square feet. So this is the largest unit. Yes. Essentially the largest, but not the most expensive. Oh. So the most expensive will be slightly smaller on 1255. 很漂亮耶。再加一房就是加了一个保姆房。这边还有2个房间是共用一个厕所，然后是连通过去的。没有窗户，所以是+1，这个是+1。就可以做一个 study room， 就是办公室啊，或者是会客室，或者是客房。而且它没有门呢，对不对？以为是一个镜子，但其实是一个房间。
哇，因为它是样品屋。好漂亮哦！这有浴缸了。刚刚 studio 没有浴缸。哇，这是你刚刚说的厨房 Bosch 的家具，对，但是食谱书没有附哦。好漂亮哦！我们一个包租饭店就好去。看包租饭店，对，包租15年， 15年饭店，直接去饭店喝个下午茶，赶快45分钟把握机会。就是我们要去看第3间大红花酒店，然后那时候 Angel 跟我说是包租15年，也就是你买了之后，你根本连房客都不用找了，他就直接15年间都会支付你房租，是这样的概念吗？是没有错，大红花酒店这一个特色就是说，建商跟这个酒店合作。这一个案子大概是从2015年开始卖哦，在打地基之前，那因为很多的工程就是在疫情期间都有延后嘛，那终于在去年的时候哈，2024年第1季就开始在营运。那我的客人他们也开始在收他包租的这些红利哦，就是每一季都有开始收到，所以它里面真的是蛮不错的。那它15年的总租金投报率大概是几个 percent？ 每一年的总租金投报率？现在的这个销售的话，是前3年是包租6%，后面的12年的话就是分润制哦，就是投资者的话75%，饭店是25%。可是呢，它这个是用整个饭店的总营收来做一个分润，而不是说只是针对你的房型卖房。所以基本上你的房型的这个出租率呢，不只包括你的房子，是整个的饭店的总营销额。听起来很好，你好像变成了饭店合伙人的感觉。是啊，你就可以说买了一户就说，来住我吉隆坡的饭店。真的，而且你看它前面3年6%，其实也很高就好像比非常好，对啊，比好像吉隆坡大部分的房子还要高。大部分吉隆坡的房子其实总租金投报率大概是在4%左右嘛。是这个是算是比较可靠的数据啦。那这个包租的饭店的话，好处就是说，你基本上会签2份合约，一份就是买卖的，你有所有权的物业的合约哦。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包租15年合约。那中间你可能说，Angel， 我现在就是说先买来自住，你现在自住没有打租赁合约没有关系，可能中间你住了满了5年之后，你可能就是说没有再续签你2家的签证的话，那你可以再跟这个饭店经验审，就是说，我再回租给你吧。租个10年再继续哦，其实也不用等到租5年哦。其实你只要在你任何时间之内，你都可以解除这个包租或自住的这个意愿，然后重新再签一个包租10年的合约，来来回回都没有问题的。所以2家是一定要买来自住的吗？2家的房子，其实你第1套房一定是要买来自住的，那第2套、第3套其实就没有关系啊。其实就没有关系，就是你呈报给移民局那一套的这个合约，一定是要自住房。好 residence entrance， 我们是在 residence entrance， 因为现在 residence entrance 我们不能进去，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residence 的卡。OK， on floor，OK， 这是 hotel 的 lobby， 这个是 concierge 哦，我们是从里面走到外面来。那这边是 lobby 哈，就是迎宾室，所以基本上我们这边全部的这个 revenue 跟 profit 是一个 share 的。OK， 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卖饭店房间而已。OK， 好，那我们现在是在居柔 Coraz Cafe。OK， 那这个是 executive 那个是 hotel lobby， 我们去 hotel lobby。OK，Let's go level 8。的 operation 都已经很热闹了。对，好，那这边就是我们的这个咖啡 coffee house。对，好。very beautiful。这边的一个宴会厅，现在没有开放啦。这边function room它现在没有开着灯，因为这个是宴会厅。对，它的一个 ballroom 跟 function room 这样。对，其中一个部分它其实可以打通的。那我们这个只是看到一部分。是。这超美，太美了吧！太美了，就直接就这样子，感觉就跟这整个城市连接在一起的感觉。对呀，我们说是 KLCC 第1排了。好，要穿这个鞋子，要穿特殊的鞋子哦。然后还有 SPA 这样子。小朋友在玩，很好玩呢。对啊，它做一个互动式的地板。就是我们的那个 KLCC 公园城中对，这边的话就是会盖这个捷运站。
其实附近就有一个捷运站叫做康利站、空类站，走路的话差不多5分钟。补充一下，其实那个捷运站的话，就是一站就可以到敦拉萨国际金融中心了。前面这边就是山区，就是 Genting Highland， 云顶山区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 Angel 带我们在吉隆坡最精华的蛋黄区转了一圈。那大家有机会来吉隆坡的话，欢迎跟我联系。在地的话，已经深耕13年，帮助很多台湾人在这边自产。对，毕竟有很多只有台湾人才会知道台湾人买房的一些细节，例如说要钱怎么样汇回台湾啊，或者是一些法律相关的事情，真的是要台湾人才最清楚。是 ，OK， 好，那这样啦 ，OK， 谢谢 Mira。其实马来西亚一直是一个我非常有兴趣的房地产市场，因为像我婆婆讲广东话啊，然后我父母亲可能讲华文啊，然后我先生他只会讲英文啊，就需要一个这种多语言的地方才能够安放我们全家所有的人。那我觉得马来西亚真的一直都是一个首选，然后特别是有这个马来西亚第2家园，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就是 Angel 那个时候带我看了这些建案，然后也更了解吉隆坡马来西亚的市场。Angel 他的频道也有非常多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内容，包括像刚刚 Angel 讲的，就是税的方面的事情啊，或者是投资房地产的一些手续，或者是第2家园更详细的资讯。那我们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大家一定要就是 remember to check it out. All right.